在前一段时间，我和一个朋友聊起日本战国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曾经德川家的莫伊家族和田田家的莫伊家族在同一艘船上工作，然后有一次船长把两个人一起拉出来臭骂一顿。他们后来被采访时开玩笑的说，敢同时骂德川家家族和田田家家族的人，在船长之前上一个可能要追溯到太阁大人了。”于是我就对德川家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情况有了兴趣，简单收集了一番资料，做成了今天的视频。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哦。那明治政府之后，德川家族自然是还存在的。德川家族在日本帝国时期是一门双公爵，也算是仅次于天皇家族的日本第一大姓了。那如果天皇家族也算是一个姓氏的话，德川幕府最后一个将军是德川庆喜，由他主持了大政奉还，算是德川幕府和平地将政治权力交还给了天皇。当然，无论德川庆喜他本人是否有心尝试复辟，他这个旧政府的旗帜是不能有太大影响力的。大政奉还之后，明治政府命令他在静冈保台院隐居。1869年，日本帝国解除了对德川庆喜的隐居命令，但是他本人刻意远离政治，不接受任何公职，也不提供咨询服务，继续在静冈过了20年的隐居生活吃穿不愁的死宅生活是真的爽。其实在幕末时期，德川庆喜就对刺绣、摄影、绘画、陶艺、武术等等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颇有艺术家气质。明治时代初期，他曾经尝试发展绘画的爱好，找来了秋次郎教授自己西洋画和油画的技巧，绘制了不少风景画、生物画以及西方模板的临摹画作。但是不久之后呢，他又转向了摄影，并且把这个爱好带了一生。尤其是在晚年，他经常手持相机外出拍摄，并且将照片整理成册送给亲友们。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德川庆喜从小的爱好，放网捕鱼和拉弓射箭，并且下野之后的德川庆喜依然有财力支持他把狩猎作为爱好，直到70岁他都还保持着狩猎的习惯。1872年，明治政府授予德川庆喜爵位，之后他也只是偶尔公开露面。1897年，61岁的庆喜搬到了东京常住，但是依然过着快乐死宅的生活，隔了1年才去正式拜会明治天皇。之后明治天皇虽然依然不喜德川家，但作为政治表演，还是多次邀请德川庆喜前往皇宫叙旧。1900年，明治政府以明治维新功劳的名义授予德川庆喜侯爵头衔。1902年恢复华族地位，同时作为开国功臣授予公爵头衔。顺带一提，1902年的授爵仪式其实历史评价很高，受封高级贵族的2位，一个是前朝统治者德川庆喜，封为公爵，另一个是当朝最大叛臣西乡隆盛的次子西乡隐太郎，封为侯爵。当时欧洲一些媒体将明治政府团结全国力量的努力和清廷正在走3步退2步的立宪改革相对比，毫不讳言地写道，将来50年清国人在和日本人的竞争上都无法越过这5年拉开的差距。当然，德川家在更早就封为公爵家族了。66岁的庆喜也成为公爵之后，为了防止在德川家内部和小辈公爵出现话语权的问题，带领自己这个支脉从德川家独立为德川庆喜家。之后作为一中之主的他就不能继续隐居了，为了家族经济运行，庆喜也作为贵族一员开始积极参与政治。1908年，伊藤博文奏请明治天皇，以国家运行的功劳为理由，授予德川庆喜勋义等旭日大寿章。总之，作为和平交出政权的结果，明治政府还是足够礼遇了这位前朝统治者。顺带一提，德川庆喜公传还提到了他的反祖，那就是他极为夸张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里面有写到，他离开静冈前往京都的主要理由就是年纪大了，担心生病的时候静冈的医院水准不够。他在日常生活上也执行异常严格的健康管理，即使到了晚年，也依然坚持节制饮食的分量和种类，而且不吃任何油盐过重或者不易消化的食物，餐具只用银器，坚持运动和享受爱好，绝不把外出的压力带回家。最终，他也成为了江户幕府最长寿的将军。1910年，德川庆喜将家督之位传给儿子，也是德川宗家的家主德川家达。明治政府那边也辞去了一切职务，再次进入了快乐死宅模式。最终比他更年轻的明治天皇也没能熬过他。在明治天皇驾崩1年之后，77岁的德川庆喜因急性肺炎去世。接着介绍的就是庆喜的继承人德川家达，他其实并非是庆喜的亲生子，而是从御三亲的田安家过继来的。不过他并没有过入住东宫的经历，因为他被正式过继给德川庆喜的时候，刚好是大政奉还之后的1年。次年戊辰战争爆发，德川庆喜成为朝敌，德川宗家便由5岁的德川家达来继承，由松平齐明担任后见人。战后，明治政府封德川家达为郡府藩藩主，而且封地府中的日语与部中同音，相当的会玩。不过后来藩名改成静冈藩了。
1869年6月版籍奉还。作为封地的靖冈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德川家达就任靖冈藩知事，并授予华族地位。1871年废藩置县，德川家达被免职，而后搬家到东京。1877年，德川家达前往英国留学，本来是希望入读剑桥大学的，但是在预科时，因为母亲和未婚妻催促他回日本结婚而放弃了学业。对了，他的母亲就是那位有名的赌姬，以前也出过以他为主角的大河剧。这个时候，基本赌姬才是德川家真正的话事人。1882年，家达与近卫宗房的女儿近卫太子结婚。能娶到近卫家的女儿，那显然在华族们心中，德川家恢复地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之后很快，1884年，明治政府就授予了德川家公爵的头衔。德川家达也在1890年成为了首批贵族议员。之后，他更是在1903年到1933年之间担任了长达30年的上议院议长。同时，德川家达在歙泽荣一的支持之下，创立了日本红十字会，并且担任其会长，还曾担任过东京奥运会组委会的主席。此外，其实他的照片出现在了许多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因为他是1921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不知道这个会议的话，那世界近代史就不合格了呀。总之，其实这位幕府倒台之后的第一任德川家家族，也算是明治政府中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民间和官方都可以用16代殿下来揶揄他的身份，他自己也会用这个来开玩笑，显得并不在意。不过在言论收紧的昭和时代，这个称呼因为是讽刺当代主要官员，也一度被禁止了。德川家达的继承人是德川家政，生于1884年，是正儿八经的嫡长子。在他年轻时，新的日本帝国贵族体系已经运转良好了。作为公爵德川家的长子，自然是从小在学习院中读小中高，之后直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业选的政治学，明显是要继承家业的。作为德川家达的继承人，他也打算从外交体系出发。在学习院中的德川家政就早早结识了日本开国元勋大隈重信。1909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外务省工作，之后明显是被重点栽培，履任地全部是日本当时最重要的外交对手，包括英国、中国和澳大利亚。1929年，德川家政升任加拿大公使，成为了日本外交界的一个人物。1930年代后，因其韬光养晦的外交理念与日本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不合而工作困难。1934年，德川家政名声实降，被调任土耳其大使。3年后，家政声称要专注于家族内部事务，而辞去了日本政府的公职。1940年，德川家达过世，家政接班成为德川公爵。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家政的影响力变强。1946年起担任日本最后一届上议院议长，主持了1947年日本废除贵族议会的工作。我感觉到这一代已经有点扶不上墙了。德川家政的继承人是德川恒孝，是家政从惠金松平家收的养子。是的，这个时候的德川宗家还在从支脉收养子继承家业，这个制度设计有点厉害的。1963年，德川家政去世，德川恒孝继承为德川家第18代家督，他爹带领了最后的华族谢幕，现在恒孝也必须适应庶民生活了。1964年起，他入职日本游船株式会社，是的，他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个故事的主角。当时前田家第18代家督前田敏康也在日本游船工作，两个人还在同一个部门，所以会被共同的上司嘴臭。2003年，德川恒孝设立了德川纪念财团，担任理事长。很多旧的高级华族现在都是这样子赚钱的，比较轻松嘛。创业毕竟是又累又有风险，大多数都是中低级华族在干。2022年，德川恒孝卸任了家督的职务，由长子德川家广继任为德川家第19代家督。这位德川家广是1965年出生，小时候送往美国，中学回日本读学习院，大学读轻盈艺术的经济学，之后又取得了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也是典型的日本当代贵族受教育的路线。他个人是希望从政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前2年他想选北海道知事，但是看到对手的优势太大，又放弃了。征夷大将军选北海道知事，也是懂幽默的。那反正德川纪念财团的收入是够他花的。现在他的工作基本就是写书和翻译，以及一些作为德川家家督的工作。除了德川家宗家之外，德川家的主要分家的结局就比较参差了。御三家之一的济州德川家在日本帝国时期是侯爵家族，不过到了2战结束前就已经处于只剩下光鲜的壳子这种情况了。1946年，日本取消了对华族的财产免税，济州德川家几乎是倾尽了家产才交上了这笔税，之后几乎就是完全沦为庶民了。济州德川家的前代家族是靠开餐馆为生的，后来经营失败跑路躲债了，现在已经完全不知所踪，说不定已经被债主沉东京湾了。
济州德川家的当代家主是德川义子，靠经营建筑设计公司为生。同样是御三家之一的尾张德川家，从江户末期开始就是秦王倒幕的主张。之后戊辰战争时，尾张德川家也是坚决支持新政府军。新政府军进攻德川家大本营江户的部队，就是尾张德川家家主德川义仪率领的。总之，尾张德川家可以说是明治政府的支柱力量之一。我最后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后来成为了侯爵家族。1931年，尾张德川家就成立了德川黎民会来管理财产，以此支持后人们放心大胆地在各个方面发挥才能。所以尾张德川家也出了不少小众领域的日本近代杰出人物。尾张德川家的当代家主是德川义重，最后一个御三家水户德川家则是介于两家之间。明治政府时期，他们因为献出大日本史有功而被优待。现在的水户德川家属于是在背后投资赚钱的富豪家族。当代家主德川齐政是德川博物馆的理事长，也是日本最大保险公司东京海上日动的执行董事。其他的德川分家，比如田安一桥清水御三亲家族，在日本帝国时也有爵位，现在基本也是与庶民几乎无缘的富豪家族。那毕竟德川家各族的财产，那都是封建时代从政治地位上获得的，规模自然是无比庞大。然后又和平过渡到了近现代，后人只要不是太离谱，要把这种资产全部败光，还真有点难度。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